按理说，中东炮火重燃，油价2天暴涨超过1成，黄金这个避险之王本该一飞冲天。可现实呢？金价不涨反跌，悄悄滑到了$4000亿下方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最该上涨的时候，黄金却低下了头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9日，本期为您回顾隔夜及上一交易日的黄金与白银市场，并展望今日重点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要郑重提醒大家，本节目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，只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您的每一笔决策都请务必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，先给大家把隔夜和上一交易日的整体气氛勾勒一下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反直觉交易日，中东局势骤然升级，美国重新对伊朗动手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威胁，油价2天之内飙升超过10%。放在过去，这种画面几乎是黄金的专属剧本，避险资金蜂拥而入，金价扶摇直上。可这一次，剧本被改写了，黄金在隔夜收在$4082附近，今天早盘继续走软，最新报在$4075一线，微跌约0.18%。白银同样没能幸免，隔夜收在$58.5附近，今天早上小幅下探，两者双双下跌，方向一致，但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。如果连战争都撑不起金价，那么真正压在黄金头上的究竟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整期节目要一层层揭开的谜底。先看黄金，上一交易日金价的日内高点在$4099，低点则下探到$4074附近，最终收在$4082，较前一交易日几乎持平略跌。你可能会觉得跌这么点儿不算什么，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今天这0.几个百分点，而是它的位置。我给大家一个更宏观的坐标，目前金价的50日均线在$4354，200日均线更是高达$4597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金价不仅站在50日线下方仅$300，更是深深地埋在200日线之下$500多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无论是中期的买家还是长期的买家，现在大多是被套牢的，是浮亏的。均线就像一层层天花板，价格每往上碰一次，就有一批解套盘涌出来抛售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有战争的消息面配合，多头依然显得力不从心。他们是在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里逆水行舟。再把目光转向白银，白银隔夜收在$58.5附近，今天早盘同样在$58.4到$58.9的窄幅区间里挣扎。表面上看，白银今天跌得比黄金还少，好像挺抗跌。但如果你把时间轴拉长，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白银是黄金的高贝塔表亲，涨的时候比黄金更疯，跌的时候也比黄金更狠。我给大家一个数据，白银的50日均线在$71，而现在价格只有$58.5，足足低了17%以上。黄金虽然也在均线下方，但幅度是6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白银这一轮的跌势远比黄金惨烈。目前金银比大约在70附近，意味着买1盎司黄金要花掉将近70盎司白银的钱。白银之所以更弱，是因为它有一半的工业属性。当市场担心高油价、高利率会拖累经济增长时，工业需求的预期就先被打了折扣，白银自然首当其冲。那么，把黄金和白银一起摁在地上摩擦的，到底是谁？答案是我们反复提到的2位老朋友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。我们一步步来拆解这个传导链条。先说美债收益率。上一交易日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到了4.56%附近。你可能会问，国债利率和黄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着呢。黄金有一个先天缺陷，它不生息。你拿着一块金条，它不会给你利息，
也不会给你分红。而国债会，当10年期收益率涨到 4.5% 以上，意味着你把钱借给美国政府，什么都不用干，1年就能稳稳拿到 4.5% 的回报。这时候，持有不生息的黄金，机会成本就变得非常高。你为了拿黄金，等于主动放弃了这 4.5% 的无风险收益。收益率越高，放弃的越多，黄金的吸引力自然越差。这就是收益率压制金价最核心的机制。再叠加美元，这2天美元强势的惊人，市场对美元的看多情绪据说是近10年最浓的。而黄金是以美元计价的，美元一走强，同样1盎司黄金，对于用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就变贵了，需求就被压下去。收益率和美元这2座大山同时压下来，黄金想涨实在太难。接下来是本期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地缘政治。按常理，美伊冲突升级，霍尔木兹海峡告急，应该点燃避险需求才对。为什么这次反而利空黄金？关键就在于这次的冲突是通过油价这个中间变量起作用的。油价2天暴涨超过 10%， 直接推高了市场对通胀卷土重来的担忧。而通胀一旦抬头，美联储就更没有理由降息，甚至可能被迫维持高利率。于是，地缘风险没有变成买黄金的理由，反而变成了利率更高、更久的理由，最终又绕回来砸向了金价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避险逻辑被通胀逻辑反向劫持的案例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转折。说到利率，就绕不开美联储。上一交易日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透露出一个偏鹰的信号。多位官员在讨论中担心的不是经济下行，而是通胀在人工智能需求、中东冲突和关税等因素的推动下居高不下，甚至有人在讨论加息的情景。这对黄金几乎是釜底抽薪。为什么美联储的态度对黄金这么关键？因为黄金最怕的就是实际利率上升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之后的真实回报。当美联储表现得越强硬，越不愿降息，实际利率就越有支撑，持有黄金这种零收益资产的代价就越大。市场原本还幻想着下半年降息来救场，现在这个幻想被纪要浇了一盆冷水，金价自然应声走软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黄金的技术面，把关键点位一个个说清楚。上方第一道压力在4160美元，这里是上一交易日反弹的高点密集区，也是空头重兵把守的地方。再往上，4200美元是更强的心理与技术关口。下方第一道支撑在4040美元附近，这是6月下旬的低点区域。如果这里失守，下一个重要防线就是4000美元这个整数大关。技术含义很直接，只要金价还在4160下方，反弹就更像是下跌途中的喘息，空头依然占据主动。但如果哪一天多头能放量收复4160，甚至站稳4200，那才说明趋势可能真的开始转向。反过来，一旦4000美元被有效跌破，就要小心跌势进一步加速。这2个方向我们都要提前想清楚应对。白银的技术面我们同样过一遍。白银现在的关键支撑第一道在57美元，这是近期反复测试的位置。如果57失守，市场普遍担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55美元。上方压力则在61到61.5美元一带，这是前期跌下来时留下的套牢区。白银的波动天生比黄金大，所以它的每一次突破或者跌破，信号也更强烈，更值得放大来看。如果白银能重新站上61，可能会带动一波像样的反弹，但只要还在57到61这个区间里下沿挣扎，弱势的格局就没有真正改变。对白银，我的态度是它弹性大，机会大，但风险同样成倍放大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强调一段风险。今天的行情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市场从来不会按照教科书出牌，最符合直觉的剧本，往往最容易让人踩坑。越是这种消息面和价格走势背离的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，
切忌凭一时冲动追涨杀跌。无论你是看多还是看空，都请务必控制好仓位，设好止损，把风险管理放在收益预期的前面。敬畏市场，谨慎为先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能让你在这个市场里活得更久的底线。那么展望今天，我给大家梳理3个重点关注方向。第一，紧盯中东局势和油价的后续演变。如果油价继续冲高，通胀交易和美元强势就可能进一步发酵，对金银继续构成压力。反之，一旦局势缓和，油价回落，压制金价的这根弦或许会稍微松一松。第二，盯紧关键点位。黄金方面，上看4160能不能收复，下看4040这道支撑守不守得住。白银方面，重点看57美元的生死线。第三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情景推演。乐观情景下，如果地缘降温，收益率见顶回落，金价站稳4040，并反攻4160，白银重回61上方，那么这波下跌可能迎来一次像样的反弹。悲观情景下，如果油价失控，美联储继续放鹰，金价跌破4000，白银失守55，那下方空间就可能进一步打开。两手准备，随机应变才是稳妥的做法。最后，我要再次郑重提醒各位朋友，以上所有分析都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研究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的盈亏都由您自己承担，也就是盈亏自负。请大家务必保持谨慎，独立思考，量力而行，切勿把节目内容当成买卖的唯一依据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都不会错过。你的每一个支持，都是小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